据报道，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会面，这是两人1个月内的第2次会晤。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12号应约会见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要求美方采取行动，排除障碍，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五角大楼也在消息稿中指出，双方讨论了防务关系和一系列国际与地区安全议题。外媒认为，中国驻美大使与美国五角大楼高官举行会见十分罕见，此举对外传递何种信号？来看报道。谢锋对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谢锋就两国两军关系阐明立场，要求美方采取行动，排除障碍，管控分歧，按照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谨慎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次是谢锋应约会见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路透社引述五角大楼发言人麦纳斯的话称，两人谈了1小时30分钟。拉特纳在会谈中强调，美国国防部致力维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交流渠道。深圳卫视注意到，6月美方炒作该国防长奥斯汀在新加坡相会，希望与中国防长见面一事。中国国防部当时回应称，目前中美两军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中方对推动两军交流合作持开放态度，但合作需要双方都拿出诚意并付出努力。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指出，美方迄今没有取消对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所谓制裁，是造成中美军方高层交流障碍的直接原因。路透社在报道谢锋应约会见五角大楼官员的新闻时，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中国驻美大使并不经常与美国高级国防官员举行会晤，此次会谈可能是在就双方各自关切进行回应，但是否取得进展仍需观察。两军之间，或者说双方围绕着这个军事相关的这样一种交流其实还没有完全实现重启。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谢锋大使他与美国的国防部官员进行会面，显然就有他的特殊的一种含义。另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次谢锋大使与拉特纳的这样一种会面的过程中其实他也一再提出了中方关于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原则这其实也是向美方释放的一种信号。所以说，这其实也是中方愿意持续的开展与美方各层级交流的这样一种体现。只不过这种体现需要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但美军显然没有对中方表示诚意。13号，美海军第7舰队在其官网上公开炒作称，美海军一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当天穿航台湾海峡，声称美军此举是为了展现美国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和公开的印太地区。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今年2月和4月，美海军也曾派出同型号侦察机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13号就此发表谈话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谢锋大使6月底以来多次与美国政府高层交流，在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之前，他还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通电话，并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谢锋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用行动排除干扰，妥除分歧，用诚意加强对话，促进合作，争取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外界注意到，中美高层交流的势头持续。继生态环境部12号公布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将于7月16号至19号访华的消息后，又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访华。在13号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束学庭对此事作出回应：中方对雷蒙多部长访华持开放和欢迎态度，正就此与美方进行沟通，中方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沟通，解决经贸领域彼此关切，推动建设性务实合作。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刚刚结束的美财长访华之行以及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一系列制裁行动，发言人强调，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打压，切实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正能量。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美国财长耶伦近日访问北京时，与多位中国财经高层进行交流，其中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首次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身份与耶伦会见，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当时在会见中，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对华制裁限制措施的关切。据美媒报道，何立峰与耶伦的会见长达5小时，占耶伦此访北京会见中方官员总时长的一半。分析指出，何立峰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身份会见耶伦，显示中美经贸磋商机制或正在酝酿启动。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是这一机制的美方重要成员之一。还有观察指出，耶伦访华时并未就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对中企的不公正待遇等问题达成成果的主要原因是，这些领域并非耶伦主管，而是由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主管事项。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对华高科技打压是既定战略，中美贸易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如何处理这些棘手问题，也将考验中美脆弱的沟通势头能否延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召开的北约峰会联合声明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其90条共识中提及中国15次，对中国的外交、经济、军事、中俄关系以及中国的核武政策等进行肆意歪曲。外界注意到，日本去年不断炒作的希望拉北约在东京开设联络办事处的希望落了空，这次的北约峰会公报根本没有提及此事。但日本共同社此前援引日本内阁消息源声称，北约东京联络处已经进入雇员、经费来源和选址等具体事宜磋商阶段，并暗示所有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日本经济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北约开设东京联络处在前几轮讨论中已经闯关成功，但在最后关头被删除。报道指出，根据北约规章，其决议需成员全票同意才能通过，但法国等已经明确表态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北约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威胁。如果扩大当前的地缘范畴和涵盖范围，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峰会后，马克龙在记者会上重申了这一观点，直接打脸日本。马克龙指，北约发布的文件确定了北大西洋这个地理范围，而日本并不在北大西洋的范围之内。Quoi qu'on dise, la géographie est têtue. L'Indo-Pacifique n'est pas l'Atlantique Nord. Et donc, nous ne devons pas donner le sentiment que l'OTAN,en quelque sorte, construit des légitimités, une présence géographiquement installée dans d'autres zones. 本质上，北约还是从一个地缘政治的视角从一个大国竞争博弈的视角去看待亚太地区的形势，而这样一种视角显然将为整个地区和平稳定种下更多的祸根。在北约峰会举行期间，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2号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宣布，德国政府将于13号公布首个中国战略。这份战略的草案自去年曝光后，因在舒尔茨政府难以达成一致，一直处在重新评估和修改的状态。延宕半年后，德国最终出炉的中国战略与草案相比有何变化？又将如何重新定义对华关系？来看报道。经舒尔茨政府内部多轮谈判，德国的首份中国战略终于在13号得到内阁一致同意，正式出炉。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就德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战略表明4点中方立场：一、希望德方理性、全面、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德国当前面临的很多挑战和问题，并非是中国造成的。2. 中方始终重视发展对德关系，中方坚决反对利用涉台、涉疆、涉港、涉海、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歪曲抹黑中国，甚至损害中方核心利益。3. 中德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是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关系。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竞争焦虑而强行去风险，只会适得其反，人为加剧风险。4. 中德在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有诸多共同利益，希望双方相向而行。美联社则称，德国历史上首份作为文件出台的中国战略长达64页，提及对华出口管制以及对在华开展业务的德国公司的相关投资进行筛选，以保护敏感技术和专门知识的流动。不过，没有详细介绍对华外交政策。战略指出，致力于确保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和更加互惠，并声称，虽然中国对欧洲的依赖不断下降，但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近年来变得更加重要。美联社注意到，尽管战略表示无意阻碍中国经济进步和发展，不追求与中国经济脱钩，但迫切需要去风险化。
这一表述与七国集团5月的峰会联合声明相呼应。由德国外交部牵头起草的这份中国战略草案初稿，早在去年底就已经曝光，强硬的措辞、严厉的措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德国《明镜周刊》去年11月曾详细介绍了草案第一稿长达59页的内容，核心之一就是将所谓人权、台湾问题与德中未来经济关系挂钩，还声称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还说在关键的工业部门，德国和欧盟应该不依赖、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第三国的技术进步。这份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草案一经曝光，立刻引发外界的担忧，认为德国如果执意将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将给中德合作制造障碍。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总理府当时就释放出并不认可这份战略的信号。还有德媒透露，被称为红绿灯的德国3党联合执政机制下，三方在对华态度上相持不下。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访华时，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甚至罕见没有同行。当时是主张对华强硬的绿党将这份强硬报告故意泄露给媒体，来给舒尔茨制造压力。从各方的信息来看呢，这份战略呢跟之前的草案呢可能区别会比较明显。之前的草案呢，主要是德国外交部起草的啊，涉华这方面主要是偏重意识形态啊这一块呢，以强硬的基调为主啊。这一份新版的中国战略在基调上可能更加的平衡务实一些。德国红绿灯政府中，外长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长哈贝克都来自德国绿党，意识形态化色彩较浓，受美国影响也很大，并且缺乏执政经验。他们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方针，希望给德企在中国投资时制定更多规则。绿党主张企业要分散风险，被认为是去风险化歪论的源头之一。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则希望采取更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让企业自己决定与中国市场的联系。去年11月，舒尔茨还曾作为中共20大之后首个访华的欧洲领导人。他当时在北京表示，德国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值得一提的是，舒尔茨不仅行前拍板为中资进入汉堡港开绿灯，访后他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强调不要因为中国崛起就对其孤立或减少合作。因为中国对德国呢非常重要啊，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对中国的战略，这非常的重要啊，不是一个部门或者几个人能够决定的一个事情啊。损害中德关系呢，实际上是损害德国自身的利益啊。德国国内特别是商界有很多不满的声音。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认为，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制定了未来主要基于价值观选择合作伙伴的原则，因此如何建设性塑造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并不明朗。如果这份文件中的立场成为未来几年德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可能会让中德关系变得紧张，并使经济合作更加困难。外界注意到，德国的中国战略没有放弃使用去风险这一措辞，这与欧盟6月20号发布的经济安全战略论调一致。当时中方就表示，所谓去风险就是去中国机遇，是脱钩论的翻版。过去这段时间呢，欧盟呢在谈论这个去风险，德国呢也有这些说法啊。如果是追求脱钩断链这样一种导向，搞保护主义，我想呢这会对欧盟对德国的经济都非常的有害。德国企业担忧该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大幅转弯，有3200家企业的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12号发表声明，主席霍伊斯根表示支持德国政府制定市场多元化政策，但德国政府不得干预出口业务或孤立中国。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也是欧洲最大的行业组织。中国商务部官网12号发布消息显示，霍伊斯根11号曾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王文涛强调，去风险化不应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更不能导致脱钩和去中国化。他说，企业是市场主体，最知道如何去风险，政府应将去风险主导权交还给企业，任意干预反而会带来更大风险。产供力呢是过去几十年这个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结果，是市场自行调节企业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一个自然分工的结果。一方面呢是效益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呢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
如果是完全的自给自足呢，那就可能就退回到经济的那种落后的状态。我想呢，这也是不足取的，这也是为什么说追求这个供应链的多元化或者是重组供应链啊，这如此困难的一个原因。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你好。那么，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刚刚在参加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今天呢，中美两国媒体也在密集的报道驻美大使谢锋罕有的到访五角大楼。那管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王毅今天在雅加达会见布林肯呢，这是国际媒体的一个普遍的预期。之前啊，路透社、雅虎新闻、CNN 等等美西方的主流媒体都已经就此做了预告。那么这是中美两国主管外交事务的高官不到1个月内的再次会面，也是呢中美高层交流互动的延续。我们也都知道，财长耶伦上周刚刚结束4天访华行程，那么这个周日，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也将会访华。今天啊，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还谈到，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呢持开放态度。王毅和布林肯上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甚至呢，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在布林肯2天访华行程的一系列会见中，与王毅的会谈可能是气氛最紧张、交锋最激烈的一次。但是呢，要论紧张程度，和今年两人首次面对面，也就是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的那一次会晤相比呢，完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时啊，美国不惜代价歇斯底里，出动最先进战机射导弹击落中方气球呢，刚刚没多久。按照美国媒体的爆料说法，布林肯在发起会面动议之后，甚至呢一度动过要出面堵人的这个念头。美方执着于硬要见面，那么才有后来王毅在场外的应约会见。所以啊，这样看来，王毅和布林肯的最新会见属于可预期的常态化的互动，也是呢中美关系现状的某种折射。但是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那么在王毅和布林肯会见常态化的映衬之下，那么中美军事交流中断，特别是防长至今无法交流对话，那么就显得更加突兀了。这恰恰也正是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到访五角大楼和美国助理防长拉特纳对话的看点所在。一句话，五角大楼现在确实是坐不住了。我注意到描述谢锋的五角大楼行程，美国媒体用的最多的2个前置词是 rare， 是 uncommon。罕见不寻常，但是呢，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中美防长无法对话交流，症结何在？美方对此难道心中没数吗？谢锋在美发表的首场面向公众的政策演说，对此呢讲得非常清楚。中国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对话合作要相互尊重，结果导向。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名单里，一边要求对话合作，那么这是不可接受的。为了对话而对话，谈归谈，做归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适得其反。相信在与拉特纳的最新的会晤中，谢锋也会再次重申中方的这一原则立场。对于中国防长的不合法、不合理也不合宜的制裁，必须立即废止，美方必须要纠错填坑。另外，德国联合政府周四通过并发布了所谓对华新战略，您对此怎么来看呢？对于德国这份特别的战略文件，英国路透社给了2个前置词，所谓承诺已久，也是延宕已久。那么这实际上也代表了美西方对此议题的一个关注视角。而国际政治期刊执行主编叫海明霍夫，他呢则将这一份战略称为德国政府业已成型修正规则的所谓去风险方案。那么德国3党联合政府起航之初呢，红绿灯执政联盟它得以实现的一个协议前提之一啊，就是总理索尔茨他所承诺强调的，要全面评估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要就和中国如何打交道来拿出系统的办法。那么重新评估拟定对华战略的国内外的背景是，中国呢已经连续6年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中德贸易总额高达2450亿欧元，那么折合超过人民币18000亿元。那么作为全球可数的出口大国，德国呢，去年对华出口额已经占到德国当年对外出口总量的8个百分点。按照英国经济学人的统计，对于德国市值最大的15家上市公司来说，中国市场它的营收贡献度就更高，超过呢10个百分点。那么就外部环境而言，欧盟呢也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里恩的牵头推动之下，正在制定新的对华战略。现在呢，美西方叫得山响的所谓去风险不脱钩，也就是 de-risk not decouple， 最先倡导的这个专利权
也是呢记在冯德里恩的名下，而他本人呢就是德国人。此外，欧洲2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让德国对所谓地缘政治风险有了更大的危机与紧迫感。举例而言，去年俄乌冲突打响是在2月24号，那么3月间，德国在俄投资多年的宝马与大众汽车公司就撤资退出了。同时呢，对华政策协调与调整，那么也是美国持续对欧洲方面施压的一个方向。美欧就中国方向进行的所谓跨大西洋政策对话会，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已经进行了好几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联合政府出台对华新战略，这是德国国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塑造的一个结果，也是德国的3党联盟相互施压叫价达成的一个政治妥协。当然了，在此过程中，最应该也是最值得重视的，无疑是业界的声音。那么就在柏林政府发布中国战略的前一天，德国工程与产业协会，也就是 VDMA 发布声明，协会主席卡尔豪斯根就在声明中强调，必须要确保德国柏林政府不能对德国的出口业务实施干预，不能够致力孤立中国。那么您分析这份德国产业界的声明释放了何种信号？那么德国实施新对华战略对德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德国总理朔尔茨曾多次公开表示，制定对华新战略，他意在去风险，要以多元化来抵消所谓的过度依赖。但是，正如大国总理在达沃斯夏季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一针见血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从来没有改变。所谓降依赖、去风险，根本是个伪命题，应该由企业做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那么，至于何为中德关系中的真正的风险，李强就任总理后首次外访行程的第一站，恰恰也是选择了德国。他在和德国产业界对话座谈时有一个传播极广、全球刷屏的观察金句，对此可以说做出了最佳的诠释。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当然了，我前面也提到，德方所谓的最新涉华战略，也是红绿党执政联盟他们政治妥协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也是这一份战略它一再推迟发布的原因所在。那么联合执政的绿党目前占据着德国外长以及经济部长这2大内阁的要职，而他在经贸议题上持相对强硬的立场。那么对华战略中，对出口管制的考量，对于德企对华投资以及所谓敏感技术与管理的输出限制，一定程度上也是绿党在全力推动的一个结果。所以未来这份战略文件多大程度上会形成具体的政策，恐怕需要长期做追踪观察，不排除业界会有持续的反弹，甚至在执政党的联盟内部也会有进一步的摩擦碰撞与博弈。好的，非常感谢管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党主席、台湾地区2024选举参选人赖清德近期频频发表媚美谋独言论，进一步暴露其台独金孙本色。在岛内政界对赖清德过度讨好美国的批评之声从未间断。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凤馨就是长期揭露赖清德本质的媒体工作者之一。他参与的节目在岛内观众中具有较好口碑。他认为，如果赖清德当选，台海局势将更加严峻。陈凤馨以财经新闻做起，对两岸经贸关系和政治局势有独到见解。在接受专访时，陈凤馨表示，台湾要想发展好经济，必须要维护好两岸关系。大陆是台湾的机遇，两岸必须避免陷入兵凶战危的境地。如果赖清德在当选的话，我其实很难预料说两岸之间的关系会遭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是很难预料得到的。因为有太多的操控点，会操控到两岸到一个无法回头的一个临界点。这一点我是担忧的。近日，为了2024年的选举，赖清德投书美国《华尔街日报》，抛出所谓台海和平4大支柱，向美国表忠心。之后又发表暴论，声称他将领导台湾朝美国白宫持续走近，谄媚丑态溢于言表。陈凤馨认为，赖清德刻意向美国提出的所谓和平计划，根本就是一纸赖清德本人甘当美国棋子的宣言。尤其在中美大环境如此紧张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选择成为美国的棋子？我们但凡只要有自我的选择意志的话，我觉得两岸和平交流一定是每一个人心里头所想的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如果成为美国的棋子的话，那
和平交流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柯文哲近日提出，一旦当选将重启两岸服贸协议谈判。民进党则大为惊慌，推出大量文宣品抹黑多年前民进党利用太阳花运动破坏的两岸服贸协议谈判。陈凤新回顾那段历史时表示，非常遗憾，当时大陆想给台湾一个让利，但被台湾政治内斗搅黄了。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想说，我既然要开放，我先给台湾一个优惠，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优惠，那我先对台湾同胞们先开放，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先谈服贸，后面才要去谈货物贸易上面的这一个降关税的这一些相关的事情。服务贸易，如果我们能够抢在全世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之前，我们就先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以中国大陆现在要转型成为以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来讲，对我们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错过这10年的时间，他们其实已经逐步都在开放，尤其金融业的开放的步伐最近越拉越快，速度越来越大。赖清德还宣称，服贸会把台湾经济和产业锁进大陆，台湾可以推动 CPTPP， 可以洽谈台美协议，但就是不能重启服贸。民进党俨然打起了服贸牌，想炒太阳花运动的冷饭。陈凤新指出，实际上重启服贸议题在台湾工商企业界呼声很高。民进党紧张的是重启服贸正成为检验能否进行两岸有效互动的重要指标。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现在呢，因为看到民调上面柯文哲民调高了，所以他开始主打这个柯文哲。那主打的就是你2014年是反服贸、反黑箱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居然说要重启服贸，这个部分柯文哲能不能过得了关，我们且拭目以待。但是呢，这意味着是好几个层面。第一个是工商企业界确实需要，这是实际上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它已经变成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就代表着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够重新恢复到上谈判桌，然后呢可以有一个这种非政治安排的、非军事上的，但是呢在实质往来上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协议的谈判。我觉得它象征意义可能要比它的实质意义现在变得更大了。陈凤新说，尽管民进党追着重启服贸议题大肆攻击，向台湾社会传递恐惧、焦虑感，但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只谈反服贸，绝口不谈 ECFA， 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因为 ECFA 签署以来，台湾企业获利很大，民进党反 ECFA 就要得罪一众金主。赖清德宣称要加入 CPTPP， 陈凤新认为，在两岸关系缓和之前，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我不是说加入 CPTPP 不好，但是它很明显的存在了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两岸关系。如果你两岸关系不好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是会保留意见。我不敢说他反对，但至少他们会保留意见。比如说智利啦、秘鲁啦，或者是新加坡啦、纽西兰啦，那更不要讲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其实我们现在跟东南亚的国家越来越远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的民众感受不到，但事实上东南亚感受是很深刻的。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大陆与 RCEP 其他成员进出口总额12.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占进出口总额的30.8%。这显示 RCEP 潜力巨大。陈凤新说，民进党当局与其空谈加入 CPTPP， 不如先脚踏实地地争取加入与台湾产业链关联性更大的 RCEP。你前面没有服贸都过不了关，后面的货物贸易几乎等于无法谈判。那么他们其实看到的是，因为 RCEP 在今年已经正式的开始运作了。好，那我们知道说 RCEP 其实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等于是跟我们贸易往来最多的15个国家地区，那么他们都彼此之间是要走向逐步的完全零关税，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通关便利啊等等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这个一致性的安排。那台湾没有加入的情况之下，对台湾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工商企业界基于 RCEP 正式的开始运作，也有这种希望能够重启服贸的声音。曾长期跑财经新闻的陈凤新非常关注大陆的区域发展战略。上月他就曾到粤港澳大湾区参观，行程4天3夜。陈凤新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湾区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以及极强的产业规划能力。他表示，大陆具有发展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链做大后，机会也对台湾企业开放。对于
台湾来说，因为我们未来其实台湾整个自己的经济体本身非常非常的小，那么这么小量的一个经济体啊，它有很多的事情是做不来的。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品牌，这个很难，因为我们自己的母基地非常的小。你要做一个完全的创新经济啊，那更难，因为呢，我们的经济体本身母基地非常小的情况之下，容不下任何失败。任何的失败，它就再也没办法爬起来，所以它的创新经济是不太可能发挥作用的。所以对台湾来讲，中国大陆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富士康日前正式宣布退出印度合资芯片计划，与印度维丹塔集团的合资规模高达195亿美元。原本是富士康在海外的最大项目之一，原本也将成为印度的第一家芯片厂。但是1年半后，这一195亿美元的项目黄了。分析认为，这个莫迪最为看重的合资项目，最终却给莫迪的芯片印度本地制造计划沉重一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来看分析。富士康的母公司中国台湾鸿海集团10号晚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与印度矿业集团维丹塔成立的价值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资企业。声明说，富士康将移除在合资公司的名称，该合资公司现在由维丹塔完全所有。声明表示，双方共同努力了超过1年时间，以期实现在印度建立芯片工厂，但一致决定终止这项计划。此前，印度维丹塔集团7号已发表声明，称通过旗下控股公司接管与鸿海合资成立公司的所有权。维丹塔称将全力致力于其半导体项目，并已找到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印度第一个芯片工厂。双方声明没有说明鸿海退出的具体原因，但台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称，鸿海退出是因为担忧印度延迟批准激励措施。2021年12月，印度政府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向符合条件的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商提供高达项目成本50%的财政支持，以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投资印度。目的是将印度建成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心。在此背景下，2022年2月，富士康与维丹塔签署合作备忘录，拟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同年9月，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宣布成立一家价值195亿美元的合资企业，建设28纳米制成的12英寸晶圆厂及配套的封测工厂，厂址位于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该邦也被认为是印度政府行政效率最高的地区。富士康当时预计印度项目在2025年左右开始运营。莫迪曾称赞富士康印度项目是推动印度芯片制造雄心的重要一步。今年2月底，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访问印度时，莫迪还与之会面。当时鸿海集团的社交媒体表示，印度项目取得良好进展。照片还显示，莫迪与刘扬伟两人四手交错，笑容灿烂。莫迪其后也转发鸿海的这条消息，并补充说，与刘先生的会面很愉快。但这份愉快持续的时间不长。4个月后的今年6月，美国彭博社曝光称，由于富士康印度项目没有达到印度政府标准，因此无法获得印方数十亿美元的补助，暗示项目难以推行。也有分析认为，印度一共才给出100亿美元补贴，不太可能提供数十亿美元给单一项目。据悉，富士康曾有意引入意法半导体的技术授权，以满足印度政府制定的补贴要求。但此项要求满足后，印度政府要求合资企业拉意法半导体持股，但后者明确拒绝到印度进行实体投资。最终，富士康选择退出合资项目。另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印度政府对于两家公司的举措非常不满，因此故意拖延批准激励措施。印度政府虽然出台了一个所谓规模庞大一个激励计划，但是呢，其实设置了很多的技术标准啊。在富士康这个案例里呢，就是要求这个富士康和瓦丹塔的这个合资企业必须拿到先进的芯片领域的技术合作伙伴，或者你至少拿到28纳米的所谓的制造级别的授权。那么到目前为止，瓦丹塔还有富士康没有拿到这个授权，所以富士康对于未来落实印度政府的这笔资金感到不乐观，因此最终决定退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富士康宣布退出合资项目之前10几天的6月23号，印度维丹塔方面突然发布消息称，公司降低了生产工艺标准，从最初制定的28纳米制程后退至40纳米。但该公司负责人当时表示，仍有信心完成项目。Now that we have the blessing of the government, we're credible.
And so when we talk to suppliers around the world, everybody wants to come to India. 印度政府也对发展芯片产业信心满满。印度古吉拉特邦信报11号报道称，除了富士康，还有其他外国公司宣布要在印度建厂。上月，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就表示，将投资8.25亿美元在印度建设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工厂。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官员近日透露，美光项目的总投资将达到27.5亿美元，将于今年8月开始建设。印度政府确定将为其提供补贴，预计将于2024年底投产。总部位于香港的英语媒体《亚洲时报》4号发表印度行业专家的评论文章说，印度的美光交易遵循一种奇怪的商业模式。在该项目中，印度政府将支付70%的成本，但美国公司拥有100%的股份。文章称，美光印度项目属于电子行业相对低端的领域，没有触及芯片设计和制造的核心技术。但颇令人意外的是，印度政府却向这家美国公司提供高额补贴，以获取低水平技术。印度本地财团也对投资芯片产业雄心勃勃。去年，印度塔塔集团控股公司塔塔之子董事长纳塔拉詹·钱德拉塞卡兰表示，塔塔集团计划未来5年在半导体产业中投资900亿美元，实现芯片的本土化生产。不过，观察指半导体行业依赖完整的产业集群，而印度本土产业集群薄弱，本土企业想要凭一己之力实现从无到有，恐怕并不容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对深圳卫视表示，富士康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之一，宣布退出合资企业，为印度的芯片制造计划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我们知道，在这个领域，其实印度的技术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讲是一张白纸。那么有没有配套的芯片制造的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会决定了包括富士康、台积电，包括英特尔在内的所谓的全球大厂，是否真的会在印度的本土设立这个芯片的制造厂？好了，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富士康正式宣布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合资生产半导体的计划，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其实不仅仅是富士康一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苹果、英特尔在内的全球著名跨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项目都遇到了麻烦，都陷入了困境。只不过相较于其他企业，富士康采取的行动更为决绝。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苹果、英特尔这些跨国企业是在拜登政府主动挑起所谓对华信任战，组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扬言要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芯片生产与供应领域内跟中国脱钩与去风险化，并鼓励以印度、越南为首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取而代之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面，纷纷跃跃欲试，准备大规模投资印度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印度总理莫迪也是卯足了劲，准备趁中国之危，承接部分跨国企业撤出中国后的产能，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芯片振兴计划。因此，以富士康、苹果、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公司投资印度遇到的麻烦，既是印度准备在制造业上赶超中国计划的受挫，更是拜登政府推行高科技产业链去中国化与经济上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不小的挫折。那么在您看来，美国扶持印度、越南等国家取代部分中国制造业的计划，为什么最终进展的并不顺利呢？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是包括印度、越南、墨西哥在内的被美国寄予厚望、准备取代中国的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其次，中国有着大量深受儒家吃苦耐劳文化熏陶和影响，以及受过良好专业技能培育的劳工，这个优势你放眼亚洲，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找不到第二个。其二，不仅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已经基本巩固，而且中国产业供应链的完备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也是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远远无法匹及与超越的。第三，中国还有着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第四，即使是在投资软环境建设方面，虽然中国还有提升空间，但是相比较起来，它仍然要远远好于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这几大因素就注定了美国鼓励甚至是要求这些跨国企业撤离中国，转移其他国家和地区，
并不是在择良木而栖，而是典型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逆市场化行为。以富士康、苹果、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印度的遭遇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么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跨国企业会转而投资印度呢？我刚才讲到了，这些跨国企业转而投资印度，实际上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逆市场化行为。然而不容否定的是，这种行为近年来的确有发生了，而且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趋势。这种现象当然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深思。其中原因之一，显然是跟美国近年来主动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和所谓的意识形态新冷战有关。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印度、墨西哥则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跟美国相似，同时美国也在鼓励越南进行相应的改革。所以在这种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模式下，拜登政府就想当然地以为投资在印度、墨西哥与越南比投资在中国要更加安全。这就是不少跨国企业准备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原因。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以富士康、苹果、英特尔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受挫，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就会返回中国。因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制造业基础比得上中国那么雄厚，但是拜登政府并不是仅仅扶持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几个国家来企图取代中国，而是准备在印太地区构建一条漫长的生产链，来共同取代中国。这条产业链从日本、北海道延伸到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最后延伸到印度等国家。因此，中国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好的，非常感谢刘和平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近2天的北约峰会12号在立陶宛闭幕，但在峰会期间，北约依然没有向乌克兰发出入约的邀请，这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到不满，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抨击此举是史无前例和荒谬的，还说北约优柔寡断。乌方的态度也引发了不少北约成员国的不满。美国代表团称对泽连斯基的表现感到愤怒。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还说，乌克兰应对西方国家心怀感激。在北约峰会闭幕之际，7国集团12号公布了对乌克兰长期安全保障的联合框架，内容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军事训练、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等。作为交换，乌克兰承诺将采取措施推进该国在司法、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改革。美国总统拜登向泽连斯基承诺，美国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乌克兰的需求。The G7 are launching a joint declaration of support for Ukraine to make it clear that our support will last long into the future.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是极其错误且非常危险的，将影响俄罗斯的安全。泽连斯基对7国集团的安全保障视为重大胜利，称赞并感谢北约和7国集团。但他同时强调，乌克兰依然寻求加入北约，入约是对乌克兰最好的安全保障。对于泽连斯基来说，未来需要走的加入北约的路还有一段非常大的距离。泽连斯基非常明白，此次北约峰会各国领导人对于乌克兰采取的仍就是这种平衡战略。北约峰会期间，多个欧洲国家加码援助乌军。德国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7亿欧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其中包括40辆马德尔步兵战车、25辆豹一 A5主战坦克等装备。英国政府宣布将再对乌提供一笔价值5000万英镑的援助。法国也将对乌提供斯卡普远程巡航导弹，这款导弹射程为250公里。但多个北约国家也表示对乌方的不满。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出人意料地发表了对乌措辞强硬的讲话。当被问及泽连斯基因未被正式邀请加入北约而感到失望时，华莱士直言，乌克兰应该对其从西方获得的帮助表示更多的感激，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住西方公众和政界的长期支持。他对乌方喊话道，这场战争是一场崇高的战争，我们认为你们发动的战争不仅是为了你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自由。但我要稍微提醒一下，不管你喜不喜欢，人们希望看到你心怀感激。华莱士还说，我不是亚马逊购物网站。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十分生气。Не знаю, що він має на увазі, як ще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подякувати. Тоді, нехай він напише мені, як потрібно мені подякувати людям, щоб
ми повністю були вдячними. А ще можемо зранку просинатися і вдякувати міністру.